听说包大人从陈州带回来一位亲眷。相爷何以得知？包大人一向公而忘私，夫人家小均在泸州老家，从未进京。这回从陈州带回一位亲眷，反倒轰动了京城啊！相爷取笑了，那是包拯一位失散多年的远房亲眷。哦，失散多年，得以重聚，倒也难得呀。相爷，这位老夫人不幸双目失明，大人将她带回京城，是要学生为老夫人治疗。哦，那能治得好吗？学生尽力一试。好，既是包大人的亲眷，不妨前来相府走动走动。老夫那位夫人呐，可是出了名的好客呀。是，多谢相爷抬爱，包拯日后定当安排。好，皇上交代的话，老夫都带到了。老夫想说的话，也已经说完了。包大人连日奔波，想必累了，老夫不多打扰，就此告辞。包拯恭送相爷。不，你知道，老夫最怕麻烦人了。是，包拯遵命，相爷好走。想不到，老夫人进府的事居然传了出去。不碍事，公孙先生应对得体，应该不会弃人以斗啊。什么？八贤王肯见我？是，包拯明日就带娘娘前去南清宫。如果八贤王肯见我，哀家的冤屈就有昭雪之机，真是苍天有眼啊！娘娘啊，娘娘不可过于激动，否则有碍双目治疗。好，我不激动。这一天，哀家总算是等到了。娘娘，请听包拯一言。请讲。方才包拯已向娘娘禀奏，八王爷虽肯见娘娘，却不知娘娘真实身份，还请娘娘预做准备。哀家明白，哀家会以当时的情形做应对，哀家不会让事态不可收拾的。谢娘娘体恤，明日与八王爷一会，关系重大，娘娘还请尽早休息，以为明日之需。多年的期盼一旦成真，哀家今夜恐怕是睡不安枕，无法入眠。你们退下掩门，任何人不得在厅外逗留。是。包拯见过王爷。包大人免礼。就是这一瞎婆要见本王。王爷，且慢。八贤王，你真的不认得我了？你是？不可能的！王爷可是认得他？他与本王多年前所识之人颇为神似，只是万万不可能。他早已辞世多年了。八贤王，怎知不是昔人故人当面？
你真的是……多年的煎熬，岁月容易改变容颜，但是无法改变事实。哀家正是当年玉晨宫的李贵妃。可是当年你不是被先皇赐死了吗？奉旨自缢的是冷宫小太监于忠。当年若不是陈琳与冷宫总管秦凤他们冒死相救，死在冷宫的就是哀家了，今日也不会出现在八贤王的面前。你果真就是皇嫂。赵德芳拜见皇嫂。好一个八贤王，时隔多年，你依然肯认我。哀家死而无憾。皇嫂，你是怎么逃出宫去的？又怎会事隔20多年，经由包大人来找寻本王的？此事一言难尽，哀家却有一事要先问八贤王。皇嫂要问的可是当年的太子，如今的皇上。是。不错，陈琳当年转承本王的话没有错，他的确就是先皇的血印，皇嫂的亲生。果真如此，苍天庇佑。王爷，当年陈公公王府托孤，究竟情形如何？那是本王一生所经历过最大的震撼，至今久久不能忘怀。启禀王爷，陈公公求见。奴婢陈琳叩见八王爷。陈琳，你如此慌慌张张的，可是皇上有急事昭告本王吗？请王爷并退左右。陈琳，本王可从没见你如此失态过。你们都退下。是。行了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回王爷，奴婢奉旨采摘御果园里的果品，送给王爷，作为王爷明日寿辰之礼呀。皇上送果品给我，你也要本王并退左右？王爷，陈琳，这是干什么？这是谁家刚出生的婴儿？王爷，这就是李娘娘方才所生，皇上的嫡亲血脉。
我可怜的皇儿，当本王问明了原委之后，本想当即进宫面圣，揭发此一骇人听闻的阴谋。然而，王爷为何未去面见先皇啊？宫闱争斗，自古皆然。除非那刘贵妃与郭槐自成罪状，否则只是一面之词，如何取信于皇上？当时人证物证俱全，若是及时追查，想必郭槐与产婆尤氏无法脱罪。即便如此，至多也只是那郭槐和尤氏抵罪，未必就能定得了那刘贵妃之罪。如此一来，太子在宫中犹如置身险境，随时可能遭人暗害，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八仙王说的没错，倘若阴谋揭发，只怕皇儿早已被害，而不会成为当今的皇上了。只是如此一来，让皇嫂受尽委屈，险些丢掉了性命。本王在此向皇嫂请罪。不，若非八仙王谨慎睿智，奸人早已得逞，哀家感激还来不及呢。不，这也算是皇天庇佑。当年本王王妃稍早也曾有孕，不幸腹中夭折，于是将太子假称为本王亲子，得以在府中抚养。在7岁那年，被选为太子，就送进宫中去了。应一会自有天定，谁也料不到，历经周折之后，太子终究还是太子。太子7岁那年，头一天进宫就误闯了冷宫。哀家虽不知他就是皇儿，却与他一箭投缘。那也是哀家此生亲眼见到他的唯一的一次啊！本王也明白皇嫂思子之苦，所以召陈琳前来，要陈琳前去探望皇嫂。啊，他们见了面。不错。李贵妃一直以为太子已死，因此将思子之情转到他的身上去了。母子天性，真是母子天性啊！本王担心李贵妃难以承受长期煎熬，也不忍见她因憔悴致死。你将真相告诉她吧。王爷，这样安全吗？本王也知此举的确有些风险，不过骨肉分离，对面不识，也太过残忍了。你还是去吧。是。哦，切记要李娘娘秘而不宣，免得横生枝节。奴婢明白。当陈琳告诉哀家太子就是皇儿之际，哀家的千种委屈、万般怨恨顿时化为乌有，唯恐杞人疑窦，不敢稍有声张，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焚香祭天，为皇儿祈福。原来如此，所谓的邪术诅咒，却原来是焚香祈福。
只是本王一念之不忍，竟成为奸人的借口，来陷害皇嫂。这实在是让本王始料未及呀！不，错不在八贤王。若非得此讯息，20年的煎熬，恐怕也难熬得过来。哀家感激还来不及呢。惭愧，只是皇嫂这对眼睛，幸得公孙先生神医神术，不日哀家当可复明。太好了，这才是吉人天相啊！如今哀家若想报仇平反，还得仰仗八贤王做主。既是赵家的家务，又是朝廷公案，本王责无旁贷。也该是向皇上禀明一切的时候了。本王这就进宫面圣。王爷，万万不可！包大人为何阻止？进宫面圣，禀明一切，又有何不可呢？王爷，此事兹事体大，又事出突然，包拯担心皇上一时之间恐难承受。包大人之意是担心皇上不肯接受了。事隔多年，而刘贵妃已是当今太后，若无足够的凭证，的确很难让皇上信服。那以包大人之见呢？包拯已派人去将陈琳、陈公公接回京来，尚有许多细节有待查明厘清。一旦取得足够证据，再向皇上启奏，较为妥当。包大人言之有理，只是，以皇嫂之意呢20多年都已经等了，再多等几日又有何妨呢？好，那就依包大人之见。王爷，不过此事还需秘而不宣，还请王爷稍作忍耐，不动声色。本王明白。太妃娘娘，请先回府休息，包拯会差人确保安全，且容臣与王爷在此细商对策。好，那就仰仗二位了。夫人请。请留步。两位大人打扰了。这位公公有何指教？这位老夫人，咱家看着有点眼熟，不知是哪座府邸的亲眷呢？这位公公是？咱家郭槐乃是太后身边的内宫总管。原来是郭总管。老夫人从未进过京，想必是郭总管认错人了。哦，是吗？老夫人急需回府歇息，不便久留，还请郭总管见谅。是，二位请便。
他们是哪座府邸的人？开封府的人。那位老夫人呢？听说是包大人的远房表亲。这就是安神路。是，八王爷亲自交给奴婢的，说是只要用上个3-5滴，就好让娘娘安睡到天明。真会有如此奇效吗？哈，奴婢早上已经派人试了2滴，刚刚才醒过来的。好吧。请。郭淮，奴婢该死。什么事情让你这样心不在焉的？回娘娘，奴婢在想一个人。什么人呢？今儿早晨奴婢去八王爷那求药的时候，路上遇到了一位老妇人。哦，她可是你的旧识啊。哦，不，奴婢只是觉得她的容貌像是谁呀？像是。别吞吞吐吐的好吗？她究竟像谁呀？说呀。像是当年在冷宫里的李贵妃。哎呀，娘娘，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啊！你说她像谁？娘娘，是奴婢一时眼花，胡言乱语。娘娘，您千万不要听进去啊！不，哀家要弄清楚，她真的像李贵妃？是。哀家才梦到的，你就见到的。莫非他真的是回来找我了？娘娘啊，李贵妃在20年前就被先皇赐死了，奴婢还亲自见过她的尸首呢，不会错的。他们只是长得相像，一定是别人。那个人是谁家的亲眷？到南清宫去做什么？回娘娘，奴婢打听过了，他是包拯包大人的远房表亲，是去拜见八王爷的。包拯的表亲？这包拯一向是公私分明，从未听说过他曾带亲眷入京。即便如此，又怎会前往南清宫去拜见八贤王呢？这奴婢就不大清楚了。那就去查清楚，不但要查清楚那人的来历，也要查清楚包拯最近的行止，大事小事都要查得一清二楚的，知道？是，奴婢遵旨。八王爷已经知道太妃娘娘依然健在，想必会在适当时机出面。大人平反此案的机会势必大增。不错，八王爷身份特殊，也较容易取信于皇上。等陈灵抵京，查明细节之后，便可着手进行。还请娘娘再多忍耐几日。但愿不会横生枝节。娘娘，此事一直秘而不宣，学生相信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的。不，哀家认为不会如此顺当。娘娘何出此言？
日见哀家离开王府时，遇见一个人。哦，但不知遇见何人？郭槐。郭槐今日的确奉旨去王府向八王爷求药，难道会如此凑巧被他碰上？不错，而且他还将哀家拦了下来。难道他认出了娘娘？岁月催人，娘娘的容颜与昔日必有所差异，应该认不出来才对啊。虽然他没有认出哀家，但他心中必有生疑，否则不会将哀家拦下。而后呢？幸亏王马二将应付得当，方得脱身。大人，虽然郭槐可能起疑，却未必会有所行动，眼前应不致被察觉。话虽如此，却不能不防。娘娘请宽心，包拯会尽量设法让娘娘不与生人接触，然后静观其变。哀家明白。如今指望陈琳能尽快回京，以免另生波折。二位为何不走了？公公啊，请留在车里，不要露面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可是冲着我们来的？两位可是包大人座前张龙赵虎？请问五位是哪路英雄？有何见教？现空岛吴蜀奉包大人之命，前来接引二位同返京城。这是公孙先生亲笔信函，请二位过目。是包拯从陈州带回来的。是，包大人陈州督政回京，途经草州桥，在天齐庙放告后，就多出了这位老夫人，说是他失散多年的远房表亲。就算如此，包拯又为何将他带回开封，而且住下不走？怎不将他送往泸州老家呢？这位老夫人现在是双目失明，正在府衙里接受公孙策的治疗。哦，包大人回京后，陆续有江湖人士进府，后又相继离开。包拯审理刑案，难免有涉及江湖草莽之事，这倒也不足为怪。奴婢还打听到，包大人的座前四大侍卫中，张龙、赵虎已离京多日，不知去向何方。包拯属下出京办案也是常有之事，还有什么？这其他就没什么了。啊，对了，听宫内掌管宦籍的太监说，包大人曾经去打听过陈琳的下落。陈琳？他打听陈琳做什么？回娘娘，那陈琳自告老归隐之后，就一直再没有消息了。包大人和陈琳素来交好，想必是想去看望她一下。不会如此单纯。
包拯为何偏要在此时打听陈琳的下落？这奴婢就不知道了。郭淮，奴婢在。传哀家的旨意，宣那老夫人进宫，哀家要亲自见她。是。哦，太后要宣老夫人进宫，正是。学生冒昧请问，太后怎么会知道老夫人在府中呢？包大人的亲眷进京开封府，谁不知道啊？我看公孙先生是多此一问了。老夫人乃是乡野村，不识宫中礼，恐有冒犯失礼之处，还请郭总管回禀太后，收回成命，免宣入宫。包大人这话可就不对了。太后娘娘宣召是何等的荣宠啊！再说这一旨以下，咱家可不敢顶回去啊。这郭总管，老夫人双目失明，学生正在为她诊治，此时入宫恐怕多有不便。那没关系啊，咱家在这等候，并亲自陪同入宫。再说了，这宫中有咱家照应，包大人敬请放心。这话说到此，包大人若是还不答应的话，那可就是对太后娘娘的最大不敬了。太后懿旨，本府怎敢不遵？烦请郭总管稍后。本府前去禀告老夫人，并略述宫中礼仪之后，再随郭总管进宫。那就有劳包大人了。没有料到，他们真的盯上了太妃娘娘。大人，难道真的无法回避了吗？太后懿旨，谁敢违抗？太后既然指明要见太妃娘娘，既然是非见不可，只怕是避无可避呀。一旦太妃娘娘进宫，生死便全掌握在太后手中，随时会有性命之忧啊！本府身为外臣，若不奉诏，不得擅自进宫。纵然有心拼死维护，入不得宫，又岂能奈何？大人进不了后宫，展昭却可以。哎，不错。展护卫蒙皇上赐封，御前4品带刀护卫，圣驾当前特许带刀，深宫内院任意行走。倘若展护卫随太妃娘娘前往，任谁也无法拦阻。的确如此。展护卫在，就劳你随侍太妃娘娘奉驾入宫。入宫之后，娘娘的安危就全仗你了。属下誓死保证娘娘的安全，请大人放心。好，如今还得劝得娘娘安心前往，谨慎应对，否则后果仍难逆料。他要见我。郭槐前来传话，
如今正在厅中等候。他到底还是找来了。你们说，哀家该不该去啊？娘娘若是不去，恐怕会让对方更加起疑呀。既然如此，哀家去见他就是。是啊，不过以学生之见，虽然太后下旨召见，却未必肯定娘娘的身份，还请娘娘尽量掩饰一二。宝琴，你说20年不见，他还能认得出我吗？臣不敢断言。哀家明白，这20年来，哀家一直生活在市井之中。若非见到你们，哀家仍然是一个瞎老太婆，他认不出来的。娘娘委屈了。说不上委屈，若想报仇平反，就得忍过一时。哀家立刻动身。展昭陪同娘娘进宫，请娘娘尽管放心。倘若他真敢有所冒犯，展昭定会拼死护驾。展护卫能进后宫？展护卫蒙皇上特许，不需腰牌宫内行走，任何地方都去得。若是有人图谋不轨，恐怕也得顾忌3分。好，有展护卫陪同，哀家就安心不少。那就有劳展护卫了。展昭不敢。太后存心摆弄威风，却不知老夫人目不能视，全无作用。就由他摆弄吧，不值得计较。待会儿见面时，少不得依礼参拜。无妨，既然来了，老身就是一介市井瞎婆。太后驾到！太后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御前4品带刀护卫展昭，携包大人亲眷赵氏，叩见太后娘娘千岁。2位平身。谢娘娘。都起来吧，赐座。谢娘娘。听郭总管说，展护卫执意要陪老夫人一同进宫，是吗？回娘娘，老夫人双目失明，又不知宫中礼仪，包大人特命展昭陪同前来，以免失仪失态。哼，包大人也顾虑太多了。哀家既然宣召老夫人来，自然不会介意是否失态失仪。谢太后。展护卫无需在此听我们闲话家常，妇道人家说的话，展护卫未必适合听。包大人再三叮咛，属下不可擅离老夫人，所以没这一说。在哀家这人寿宫，难道还能让老夫人出什么意外吗？要不这样吧，只要老夫人稍有差池，展护卫尽管找哀家负责，如何呀？展昭不敢。
哀家不但要展护卫离开，这里除了郭总管留下伺候之外，一个也不留，全都退下。是。展护卫，你就出去吧。既然太后娘娘不担心我老婆子失礼，你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，不如到外头轻松自在一些。老夫人，太后不是已经说了吗？如果我出什么事，她会负责。你放心吧，包大人他不会怪你的。啊，要不你就在外面候着，如果觉得有什么不对，你就随时进来瞧瞧，不就得了吗？还是老夫人干脆。展护卫如今可还有话说？展昭不敢。既然如此，展昭就在门外恭候。老夫人若有需要，请随时召唤。展护卫，你就快走吧，我还急着要和太后娘娘说话呢。展昭告退。太后将老夫人宣进宫去了。正是。包拯虽借此婉拒，怎奈那郭槐亲自前来府衙接人，只得让老夫人去了。这岂不是羊入虎口吗？若是坚持不去，非但坐实了太后之疑，而且造成抗旨之事，两相权衡，还是让老夫人冒险进宫。为防万一，包拯特命展护卫随行护驾。哦，有展护卫随行，谅他们也不敢公然造次。但包拯仍觉不妥，故而前来请王爷寻医名目，进宫面圣，伺机前往仁寿宫查看虚实。你顾虑的对，由本王进宫的确较为合适。你且回府等候本王的消息。多谢王爷。老夫人本姓赵，是。居然与皇家同姓，也是有缘了。不，太后娘娘，赵是天下第一大姓，我是沾了皇家的光。老夫人是包大人的亲眷，但不知是哪一房，哪一脉。我是包大人的远房亲戚，论辈分，我该是包大人的表姨。常言说得好，一表3000里。我和包大人还从来没有见过面呢。哦，那么你们又是如何遇上的？包大人在天齐庙放告，老婆子有个儿子不孝顺，不但不养我，而且还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。我一气之下就告到了包大人那里。谁知道问案就问出个远房亲戚来，这下可好，管吃管住不说，还把我带到京城，还让公孙先生给我治眼睛。老夫人这双眼睛是……唉，都瞎了10几年了。我也是没福气，能到皇宫里来看看，那
那是多大的福气呀！可惜我什么也看不见。谁？你看得见？哦，原来是郭公公啊！我怎么能看得见呢？只是眼睛瞎久了，我的耳力变得特别好，我是听见有人在我身边。哦，咱家是给老夫人递茶的。我哪能担当得起呢？听说郭公公是后宫的总管，那可是个大官。我老婆子怎么担得起让郭公公为我倒茶呢？罪过，真是罪过呀！老夫人是太后的贵客，咱家是太后娘娘身边的奴才，服侍老夫人是咱家该做的。那我是沾了太后娘娘的光了。你也别客气，你确定不是姓李？太后娘娘说笑了，这姓怎么能乱改呢？太后娘娘，你怎么会觉得我姓李？只因你和哀家多年前的一个姐妹长得十分相似。是吗？啊，我明白了。郭公公也说我看着眼熟，原来我和太后娘娘的姐妹长得像，难怪娘娘要招我进宫。那娘娘那位姐妹上哪儿去了？她在20年前不幸去世了，可是哀家始终觉得她没有死。那我相信娘娘和那位姐妹的感情一定很好。不错，哀家与她情同亲姐妹一样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很简单嘛，人都死了20年，娘娘还觉得她没有死，甚至还觉得她随时会出现在自己面前。娘娘和那位姐妹不但感情好，而且娘娘还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至今还对她念念不忘的。要做娘娘的姐妹，那得积多少阴德啊！我一个乡野村妇能长得有点像，已经是上辈子积来的。不过能让娘娘看看我这瞎老婆子，回忆娘娘当年的那个姐妹，对我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恩宠。你说的没错，你的确让哀家了解思念故人之苦。谢谢。自你登基之后，所作所为均不是规矩，有为有守，没有令人失望啊。那是父王在年幼之时教诲之功，孩儿一直不敢稍有怠慢。只是父王甚少入宫，孩儿也未能成婚定性，善尽人子之孝。你我虽为父子，但是依照朝廷体制，如今却属君臣，若是经常往来走动，反而不妥。唉，就维持现状吧。只要你一切安好，我就放心了。父王不愿入宫，还是儿臣回府探望吧，也好随时向父王请益。那就随你吧。
不知太后情形如何？郭槐来府中求药，以治失眠之症。不知太后是否已经开始服用了？太后日前受失眠之苦，孩儿记得幼时父王偶以安神露助孩儿入眠，故而差郭槐前去求药。打扰父王，还望父王恕罪啊！哼，谈不上打扰。不过你对太后的关怀之情，颇让人称许呀。生育养育皆是恩情，孩儿不敢忘父王的生育之恩，亦不敢忘太后的养育之情。你有此想法，也算难得。安神露虽可助眠，却不宜多服。既然进宫了，也就顺便去看看太后，也好当面嘱咐。孩儿也正要去探问太后服药成效如何，父王何不一起前去？哦，如此甚好。来人，奴婢在。拜驾仁寿宫。是。老夫人，请用点点心吧。啊，谢谢。别见外，吃一点吧。这是哀家特地为你准备的。谢谢。哀家相信你一定喜欢吃。来。这叫心怀蜜，用杏仁、槐花和蜂蜜调制而成，是当年哀家那位好姐妹自创的甜点。好吃吗？妹妹啊，姐姐，来，我们去吃点心去。哎，来，来坐。妹妹，你尝尝。哎，你又研制了新的点心？是啊，是我刚研制出来的，当然要请妹妹第一个尝了。好吃吗？有淡淡的花香，有点苦涩。不过饼心却是甜的，真的很好吃。你是怎么做的？这是5月初开的槐花，带皮的杏仁儿，再加上断花的蜂蜜，用栗子面揉合以后再烤出来的。这么好吃的点心，有名字吗？有啊，采用食材的名字就是杏怀蜜3个字的谐音，心怀蜜，就是心里揣着甜甜的蜜。心怀蜜，姐姐是不是要献给皇上的？不，这只是做给我们姐妹俩吃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们姐妹共同的写照。我们刚进宫的时候，就像初开的槐花，洁白美丽；而在宫中的日子，就像杏仁一般苦涩。不过只要我们安心的待在宫里，总有一天会得到皇上的宠幸，往后的日子啊，就会像蜜一样甜。
姐姐，姐姐只教给你做法，也只做给你一个人吃。记住，这可是我们姐妹之间永远的秘密。从此以后，哀家学会了做这酥饼。20年前，当哀家那位姐妹过世之后，哀家才下旨宫中御厨学着做。可是这心怀蜜只给哀家一个人吃，甚至连皇上都没有尝过。因为哀家曾经答应过他，这是我们俩之间永远的秘密。你因何掉泪？没有，没有。哀家亲眼所见，怎说没有？我太后娘娘对20年前的姐妹还如此的怀念，真是令人感动。老婆子天生就爱哭，就连听人说书都会哭得稀里哗啦的，让娘娘见笑了。老夫人也太多愁善感了。如今故事说完了，老夫人也哭过了，现在可以吃点心了。这点心，娘娘一向是不给别人吃的。我老婆子哪来这么大的福气享受？因为你和我那姐妹长得实在是太过相似，直到现在，哀家都认为你就是她。展昭叩见皇上，八王爷。展护卫平身，谢皇上。展护卫为何会在仁寿宫外？展昭陪同包大人亲眷赵氏，奉太后懿旨进宫。哦，太后宣老夫人进宫，展护卫为何不在一旁陪伴？太后与老夫人闲话家常，命展昭在宫外候命。那就随朕一起进去吧。谢皇上。娘娘怎么不说话了？哀家想仔细的看看你。我一个瞎老太婆有什么好看的？娘娘就别再取笑我了。哀家要仔仔细细的看清楚，你究竟是姓赵还是姓李？皇上驾到！奴婢叩见皇上八王爷。平身。儿臣参见母后，望母后病体早愈。免礼。皇上来仁寿宫，怎不先通知一声？八贤王又怎会联袂而来？父王得知母后患有失眠之症，特来探望。哦，自从哀家迁进这仁寿宫，八贤王可是头一回来。
惭愧，本王不敢贸然前来打扰太后，没想到却失了君臣之礼，还请太后恕罪。千万别提什么君臣之礼，八贤王乃是先皇玉帝，又是皇上的生父，既是一家人，又何必拘礼呢？你能来看看哀家，哀家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多谢太后不罪之恩。本王是来提醒太后，那安神露虽可助眠，却不宜服之过量，否则恐对凤体有伤啊。难得八贤王如此细心，哀家感激不尽。这位就是包大人的亲眷吗？老夫人，圣驾当面，不可失了礼数啊！天下百姓乃是皇上的子民，我老婆子理当大礼参拜。老夫人身体欠安，目不能视，还请皇上。展护卫，该跪就跪，该拜就拜，我又怎么能够例外呢？老夫人请起。老夫人是包大人亲眷，又是母后宣召入宫的贵客，这些繁文缛节就免了吧。老夫人因何落泪？皇上，我是心里难过。老夫人有何伤心之事？皇上，我听说皇上不是太后娘娘亲生，可是却对太后娘娘小心丝毫不减。可怜我老太婆，明明有一个亲生儿子，她却不肯认我，丢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夏老太婆。皇上，我怎么能不伤心不难过？竟有此事？难道包大人对此事就不闻不问吗？回皇上，包大人正在着手追查，一旦查明，自会还老夫人一个公道。如此不孝之人，休说朕不放过他，便是天地之间也难容他。展护卫，转告包大人，务必尽快查办此事，以安老夫人之心。展昭遵旨。皇上，老夫人进宫已久，未免包大人挂心，臣敢代老夫人请辞出宫回府。哀家许久没见外人了，老夫人难得进宫，就留宿一晚。明日一早，哀家再派人送老夫人回府。哀家坚持，展护卫可以先回去禀明包大人。回娘娘，展昭奉包大人之命随侍老夫人，不得擅离。既然太后留下老夫人，展昭也留下陪同老夫人，请太后恩准。展护卫留下照顾老夫人也好，以免包拯担心。谢皇上。既然皇上都这么说了，哀家岂会再有异议？只是包拯那里……不妨，本王正好要去见包大人手谈一番，就由本王代为转告吧。谢八王爷。郭淮，奴婢在。收拾一间肃静的厢房，安排老夫人过夜之用。是。什么？太后将老夫人留宿宫中？不错。
当时皇上也在场，同时也准许展护卫留在宫中随侍，本王则负责来通知你包大人。难道老夫人的身份泄露了不成？应该是不会，否则太后和郭槐的神色不应该那般镇定才是。学生以为，纵使太后没有认出老夫人，却也未尽是心中之疑，因此硬将老夫人留宿宫中，也是为了更加确认。对，有此可能。倘若如此，老夫人在宫中岂非身陷险地？此事皇上也已知晓。倘若他们企图对老夫人不利，恐怕皇上那儿也难以交代。按理说，他们不会，也不敢不计后果贸然行事。然而，若是他们毅然确定老夫人的身份，而打算孤注一掷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大人不必担心，还有展护卫在。啊，对，展护卫绝不会让他们轻易得手的。如今，就只有全寄望展护卫了。东盼西盼，早盼晚盼，盼了20多年。如今他就在我的面前，却看不见他的容貌。我能听到他的声音，触摸到他的双手，甚至能感受到他的呼吸、心跳。可是他却不知道我是谁，只当我是一个让人可怜的瞎婆子，一个与他毫无关系的陌生人。老夫人，请暂且不要想这些。如今老夫人身处险境，稍有不慎，便会遭人暗算。身处一世，形同陌路。若是不能母子相认，就算是躲过所有的危机险境，又有何意义呢？老夫人切莫气馁，包大人定会为老夫人洗雪沉冤，到时候老夫人必定会母子团圆。可是老夫人必须谨慎小心，安然度过危机，才能如愿以偿。唉，若不是盼着这一天，我早就不眷恋这悲惨的人世了。展护卫，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。太后将老夫人留宿宫中，想必是另有所图，请老夫人暂且忍耐，及早就寝，一切交由展昭应付即可。好，一切就依你。无论夜间有何动静，都请老夫人闭门不出，展昭自会在屋外守候。我不会看错，一定是他。娘娘，当年先皇赐死李贵妃，是奴婢亲自去验看的尸体，千真万确，她死了20年呐。那么就是他又活了过来。娘娘啊，这人死他焉能复生啊？那么今天在我面前的又是谁呢？或许他们长得很相像，可是，就算真的是他，这事隔20年了，相貌已大有不同，娘娘又怎么能确认呢？不对，
他能瞒得过天下人，只是瞒不过我。当年我与他朝夕相处，无论他今日如何伪装掩饰，那种神态举止是变不了的。郭淮，奴婢在。你把他请到寝宫来，小心逼不出他的真实身份。娘娘，哀家的话你敢不听？奴婢不敢，奴婢遵旨。大人，公孙先生，大人仍在为太妃娘娘担心吗？展护卫虽在娘娘身边，然而后宫全在太后与郭淮的掌控之中。本府担心的是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大人不必担心，展护卫武艺高强，胆识过人，想必定会保得娘娘安然无恙。单凭武功不足为事，展护卫需要的是斗志，而非斗力。说是娘娘的安危，实则却是正邪善恶之争。胜则是公理正义之胜，败则是天道人性之败。本府虽知展护卫必能妥善应对，却仍难免挂记于心呢。展护卫，郭公公，咱家奉了太后的旨意，请老夫人前去叙话。老夫人已然安寝，请郭公公回禀太后，恕难奉诏。展护卫，你没有搞错吧？此刻刚刚入夜不久，老夫人怎么可能已经入睡呢？郭公公有所不知，公孙先生正在替老夫人医治眼疾，最忌劳累，每日入夜忌眠，从无例外。可是太后正在寝宫等候，展护卫务必请老夫人破例前往，否则咱家难以向太后交代。就算展某想帮公公的忙，恐怕也是无能为力。此话怎讲？公孙先生乃是以精针过穴之术及开方施药，双管齐下，为老夫人诊治眼疾。老夫人进宫之前已经服过药，时辰一到，自然成眠。如今若想唤醒老夫人，只怕是绝无可能。郭公公还是尽快回去禀奏，免得太后哭的。展护卫能否让咱家进去看看呢？郭公公到底要看什么？郭公公虽是晋升太监，并无男女之别，可是老夫人已经入睡，又何必前去打扰？除非你不相信展某。不，展护卫言重了。
咱家是奉太后旨意而来，若不进去看看，如何向太后交代呀？说来说去，你还是不相信我吗？展辉，见谅了啊！咱家今天是非看不可。展辉，咱家可是奉太后的懿旨而来啊！展昭也是奉了皇上的口谕，留在此地照顾老夫人的。公公若想是闯过去，别忘了展某来自江湖，就他们几个，展某还不放在眼里。想试试？公公，还是回去复命吧。倘若打算在此与展某耗下去，吃亏的恐怕还是公公你了。展辉，千万不要误会，咱家只是为了向太后有个交代。既然展辉已经把话说明白了，咱家回禀太后就是。那好，公公请吧。好个大胆的展昭，竟然敢和哀家作对！也许他说的是实话。不可能，他们是做贼心虚，想躲开哀家，偏就让你躲不了。郭淮，奴婢在。随哀家一起去，看他敢不敢拦阻哀家。娘娘请息怒，请听奴婢说几句话。你说。展昭他虽然从中作梗，但他的话多少总占个理字。皇上的确让他留下来照顾，至于是否真的吃了药沉睡不醒，这个谁都不能证实。娘娘您如果真的要去，恐怕也不能这样理直气壮啊。这后宫是哀家的后宫，哀家不需要向任何人说理，惹恼了哀家就硬闯。娘娘，那就更使不得了。展昭在江湖上人称南侠，皇上又赐他为御猫。他的武功高强，谁也难敌呀！哼，难道他有3头6臂？哀家请后宫之礼，就不信凭他一个人能应付得了？娘娘，这样如此一来，是不是就扰得人尽皆知？若是惊动了皇上，问明缘由，娘娘，恐怕这就很难自圆其说了。娘娘，您无非是要弄清楚那虾婆的真正来历。其实这也不急于一时啊，只要是错过了今日，奴婢一定会明察暗访，定会尽是娘娘的心中之疑。若不是心虚，又何必躲哀家呢？他越是如此，越让哀家确信一定是他。娘娘，有些事情，也许经过20年会有所改变。可是有些事却永远不会变。哀家有办法证明究竟是不是他。娘娘指的是太极，这与生俱来的计划，永远也变不了。姐姐这头秀发真漂亮，皇上见了一定会喜欢。女为悦己者容，我们作为女子，恐怕这一生花在梳妆打扮上的时间少不了。真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呢。哎，姐姐，你颈后的这个心形图案好美哦，是谁替你画的？傻妹妹，这不是画的，这是胎记。真巧，胎记能生成这么美的模样，可惜我自己都看不见。没关系的，姐姐看不着，
就留给皇上看呗。妹妹，你看你又在取笑我了。那胎记生在后颈发根处，无论多少岁月，也不会让它消失。只是平日会被头发遮盖，难以察觉。娘娘是想从胎记上来证明她的身份？展昭占个理字，哀家也占个理字。就算是个瞎婆，也得梳妆打扮才不失礼。展昭是男子，而他有双目失明，派人替他梳妆，谁也无话可说。是，奴婢一定派个手巧的宫娥去，一旦看清楚了，立即回禀娘娘。到那时你再来和哀家争辩，究竟是不是他？展护卫，你就出去歇会儿吧。我们梳妆打扮，你们男人看着岂不是没趣儿啊？展昭奉命陪伴老夫人，不敢稍有懈怠，打扰了老夫人，还请恕罪。你要是不嫌烦，就陪着吧。怎么样？有。什么？你确定啊？确定。不可能啊！他明明早就死了。娘娘，奴婢真的亲眼看见他的尸首，他的确在20年前就死了。难道他又活过来了？那就让他再死一次。老夫人，我们可以走了。走？去哪里？出宫回府。现在走合适吗？此地不宜久留，只有回到开封府衙，才能真正保得老夫人的安全。好，那就请展护卫带路。是，请。郭淮，奴婢在。立刻调集后宫所有人手，将厢房团团围住。哀家要亲自去揭开他的真实身份。是。娘娘，启禀娘娘，展护卫和老夫人已经出宫了。什么？你不是让你们在厢房守着吗？你怎么会让他们走了呢？展护卫坚持要走，我奴才拦不住呀。你立刻去追，不能让他们离开后宫。是。启禀娘娘，包大人亲自带着人在宫外等候，已经把老夫人接回开封府了。啊！这个包拯！娘娘受惊了。幸亏有展护卫陪同，否则哀家怕真是出不了后宫了。展昭只是略尽本分而已。难道娘娘的真实身份被他们认出来了？其实他心中一直在怀疑，所以才会这样百般试探。不过哀家矢口否认，相信他也无法证实。娘娘虽然侥幸暂离虎口，但太后
必定心中生疑。然而在陈琳抵达京城之前，还必须与他周旋。包拯除了会确保娘娘的安全之外，还请娘娘再做忍耐。哀家明白。宝卿，臣在。我今天遇见他了。娘娘是说皇上？不错，他的声音和蔼可亲，双手厚实温暖。如果有一天，当他知道我就是他的亲娘，娘娘请多做忍耐，终有一日，皇上会明白的。好，权杖包钦，为哀家平反。臣身为朝臣，义无反顾。原来这都是包拯在其中作梗。如果他不知道虾婆就是当年的李贵妃，又怎么会把她带回开封？可是他又何必要带着李贵妃去南清宫见八王爷呢？这个包拯他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？哼，不管包拯打算如何，哀家倒先要问你，20年前你奉旨验尸究竟是怎么验的？娘娘，奴婢冤枉啊！当年奴婢的确是亲眼看见过尸体呀。原本预定在次日清晨运出宫去，交给开封府验尸安葬。可谁知道，当天晚上冷宫就起了大火。哎，不对呀，当年那场大火，它烧得也太凑巧了。怎么会不巧？尸体化为灰烬，仵作如何验尸？谁又能证实火场里留下的焦尸真是他？可是那冷宫里的总管秦凤也烧死在里面啊，他总不会连自己的命也不要吧？难说。可是当年去执行先皇赐死令的是陈琳呢，他应该最清楚上吊身亡的是谁呀？除非，这根本就是陈琳的主意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为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知道了些什么。谢谢的东西。公公，吃点东西吧。对，吃喝完毕，我们还要赶路呢。老人家，多少还是吃一点，否则路上饿了再吃，多有不便呐。多谢几位英雄前来护送，实在是愧不敢当啊。您是包大人的重要人证，在下兄弟奉包大人之命前来保护，又何必言谢？对了，什么案子要你作证啊？这事关重大，请恕我不便说呀。那有什么？难道我们几个兄弟还会四处瞎说吗？这好了，四弟，包大人的案情我们不需要知道，何必让老人家为难呢？不错，四哥，你我唯一的任务便是让老人家安全无虞的回到京城。
娘娘是担心陈琳知道当年那件事儿。若非如此，陈琳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抗旨徇私，让他逃出宫去。可是知道当年那件事的只有娘娘、奴婢、产婆尤氏和寇珠4个人呢。产婆尤氏当天晚间，奴婢就让她在人间永远的消失了。至于寇珠，寇珠可是临死也没有说出太子的下人。你还是不肯说实话。寇珠说的是实话，请娘娘明鉴。你还敢嘴硬啊！要你把婴儿埋在金水桥下，你去把它藏了起来。说，究竟把它藏在哪儿了？公公，寇珠冤枉啊！我的确埋在金水桥下。胡说！那你为什么指不出埋尸的地点？我当时心里害怕，匆匆忙忙的埋好就回宫来了，实在记不得埋藏的实际地点呢。你还敢胡说！咱家派来那么多人在金水桥下去挖，就差没把它挖了个遍。说，到底藏在哪儿了？啊！我实在想不起来了。找死你！寇珠冤枉啊！好了，别打了，让本宫再问问。是啊。寇珠，娘娘，你是我金华宫的宠玉，一直跟在本宫身边。这些年来，本宫待你如何呀？回娘娘，寇珠自小进宫，直到入了金华宫，跟着娘娘，才不受其他宫人欺负。娘娘对寇珠恩重如山。难得你还知道感恩。这狸猫换太子之事，乃是极端机密。若你不是本宫心腹，本宫也不会让你参与其中的。娘娘信任寇珠，是对寇珠的恩宠。那么，你就是这样来报答本宫的吗？娘娘，太子的下落何其重要，若不能确定的确已被你掐死埋葬，今后本宫岂不是寝食难安，疑虑终身吗？娘娘请相信寇珠。你要本宫如何相信？娘娘，寇珠已死明志。请娘娘安心。这些年来，哀家一直认为寇珠的确被冤枉了，可是如今看来却又未必。娘娘，这么重大的事儿，他又能告诉谁呢？他又怎么能有把握对方不会出卖他呢？不错，他不可能相信任何人。再说了，倘若他真的把婴儿藏了起来，他又会藏在哪儿呢？后宫那绝对不可能，奴婢一定会发现的。可是以后宫门禁之严，谁也不可能私自进出，更别说是夹带婴儿出宫了。娘娘，有一个人可以。谁？陈琳。当时他是首领太监的身份。娘娘啊，
奴婢虽不受他管，但也得敬他几分。他出入宫门，不但无需通报啊，也没有任何人敢去阻拦检查呀。奴婢想起来了，当天寇珠包的婴儿走出去后，奴婢亲自送产婆尤氏出宫，并且安排人手在城外将他灭口。你出宫后，自会有人来找你。等你们见面之后呢，你这一辈子就不缺吃穿了。谢谢总管，谢谢总管。不用谢，这是你应该得的。去吧。是。哎，陈公公，你这是急着忙什么呢？皇上要咱家送玉果去给八王爷祝寿，谁知道玉果园的人耽误了时辰，再不赶去就要误事了。啊，既然如此，那陈公公就赶紧请吧。如今回想起来，陈琳的神情不安，态度慌张。难道是他把婴儿藏在宫河之内，私带出宫了？不会错，定是如此。那么，当年李贵妃逃出宫去，想必也是他安排的。原来一直是他，可是他为何不向先皇举报呢？他不敢。当年先皇见李贵妃生了个怪物，震怒之下，谁敢多言？后来，先皇又沉醉于道家之学，不理政事，娘娘又总揽宫中大权，陈琳为求自保，他能敢说吗？那么，为何事隔20年，他又出现在京城？莫非他真是来报仇的？娘娘，李贵妃当年都不敢出面喊冤，如今娘娘又贵为太后，她凭什么报仇啊？难道是因为包拯？包拯虽说是铁面无私，可是宫闱之事还轮不到他插手。哀家明白了，是八贤王。包拯曾将他带进八贤王府，昨日八贤王说是特意来仁寿宫探望哀家，其实却是为了他。这竟然扯上了八王爷。看来如今所面临的乃是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大人，娘娘的病情可是有了变化？宝琴，哀家现在已经能够看到光亮了。太好了，公孙先生可否略作说明？是。娘娘这几日施针用药从未间断过。若论医理，此时最忌情绪激动，可是娘娘的情形却恰恰相反。娘娘入宫之后，因与皇上相见而难抑激动之情，想不到体内运行之气竟借泪水把久滞的经脉打通了。公孙先生是说，娘娘双目复明已确有可能。正是，而且随时都可能会发生。没想到娘娘因祸得福，可喜可贺。还有赖公孙先生妙手回春。
学生不敢鞠躬。这也是老天垂怜，让哀家能够亲眼目睹20年沉冤昭雪。娘娘，八王爷虽然地位崇高，却无职无权。就算他们靠八王爷撑腰，恐怕也动不了娘娘，翻不了案。不，八王爷乃是赵氏皇族族长，皇族中人无不以他马首是瞻。同时，他还握有上打昏君、下打谗臣的先皇御赐金剑。一旦他插手此事，哀家也难以对抗。那该如何是好啊？八王爷之所以被尊称为贤王，乃在于他处事公允，依法讲理。若是无凭无据，他也不会插手。娘娘啊，20多年都过去了，不会有证据留下来了。哼，没有物证，却有人证。娘娘是说李贵妃？不，她只是一个抗旨不遵的先皇陶妃。她若作证，自可轻易推翻，无人会信。那真正的关键人证是陈琳。陈琳早已告老还乡，不理世事了，难道还会找她回来作证？包拯以远方亲眷之名带李妃入京，甚至带她前往南清宫见过八王爷，可是却为何迟迟不提此案？他们在等陈琳进京。没错，你曾说过，包拯的侍卫出京而去，却不知去向。哀家可以断言，他们是接陈琳去了。娘娘，那如此一说，他们是在等陈琳一旦进京，包拯必然会开始行动了。没错，因此无论如何，绝不能让陈琳进京，知道吗？大人，老夫人的康复情形很好，现在已安然入睡。太后的疑虑未消，危机随时会现。虽在府中，仍需严加防范呐。是，王朝马汉带人在厢房外守护，展护卫则藏身暗处，紧急之时可立即支援。好，此时不能出半点差错，否则非但不能替老夫人平反，甚至可能因此而惹祸上身。是，学生会多加留意。陈琳何时可到？以行程估算，明日便可抵达。倘若太后对老夫人疑心不减，甚至可能连陈琳回京都会被他们察觉。万一……大人无需担心，陷空岛无属，可抵数百精兵，保陈总管回京，必定万无一失。今天普照着大地一片光明，蓝天是比真明亮丽的白云。日报不一，心不
不尽，我的铁血甘心，不醉不醒，我不疲，心中大道正义。梦是第一波明天。我说你苦，我不信那些扑朔迷离，但凭良心的民警中获取胜利。黑白分明的眼睛，从不认清功名，形影不离，实力换我一世。纵一四海，从不摇摆，正气澎湃，推山覆海。纵一四海，从不摇摆，正气澎湃，推山覆海。日光风雨洗不尽，我的铁血甘心，不醉不醒，我不疲，心中大道正义。日光风雨洗不尽，我的铁血甘心，不醉不醒，我不疲，心中大道正义。人是众生情。怎么会有官兵设下路障？这种荒野官道有什么大事儿？我看他们是吃不饱撑的，没事干。没那么简单。四哥，后面招呼一声。你们过来，接受盘查。这位长官，我们只是路过。本官奉令追查亲密要犯，任何人都要经过盘查。倘若我们不往前走呢？不走也得查。倘若我们不让查呢？大胆！你们敢抗拒盘查，本座立刻下令拘捕你们送官。凭你们还办不到？你去吧。你们是哪里的官差？这你不必知道。此地离开封城不远，应该是开封府的辖地。可是你们并非是开封府的人。你怎么知道本座不是开封府的人？如果你是，你就该认得我。哦，你是什么人？开封府包大人座前侍卫赵虎。哈哈哈哈，好极了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上！哎呀，我就知道你们不是真的官兵，果然没有料子。我要的是马车里的人，识相的立刻离开，还可以保一条活命。既然你们不是官府中人，想必是来自江湖。不过，如果你知道我们是谁，恐怕就不敢这么说话。哦，阁下又是什么人呢？金毛鼠，白玉堂。你不用看了，县空岛五鼠全在此，你还想拦我们吗？哎，五位都是江湖豪杰，何必淌这官府的浑水呢？在下也是受人之托，还请五位不要插手。你错了，这件事县空岛五鼠管定了，你最好让我们过去，要不
凭本事把我们留下。在下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不挡人财路，乃是江湖规矩。彼此日后还要再见面吗？不，像你这样只管拿钱办事，不问是非黑白，根本就是江湖败类。谁说要跟你再见？白玉堂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白某人偏偏就是这个脾气。你吴蜀再有能耐，也未必敌得过我人多势众啊！你就试试。好，一个也别放过，给我杀！三哥开路！什么？没拦住陈琳？奴婢该死！抬起头来！包拯不过派了2个人去接陈琳，你竟然会拦不住他？奴婢没想到包拯会派江湖人陪同保护，他们的人武功高强，奴婢的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江湖人？这包拯居然和江湖人串通一气，看来他是早就有了准备。陈琳如今人在何处？他已经进了开封府。包大人，陈公公辛苦了。不，包大人信中所说之事，关乎至深至大，咱家哪怕跋山涉水，也要立即赶得来呀。只是途中竟会遭人伏击，却让公公受惊了。没事，有陷空岛5位英雄保护，咱家安全得很。包大人，那位真的在开封，而且正在府衙之中。包大人，能否让陈琳立刻前去拜见？不急，老夫人正在午休，公公也稍事梳洗歇息，稍待本府自会陪公公一道前去，如何？咱家随时静候包大人通知。张龙、赵虎，大人，大人。令陈公公客房休息，并请陷空岛武艺厅中说话。是。谢包大人。谢。大人，如今白玉堂已将陈总管安全带到京城，大人可要带他进宫面圣？不，时机不宜。还是将老夫人之事了结之后再去不迟。是。见包大人。无畏请起。谢包大人。陈公公安然抵京，无畏功不可没。包大人有令，草民兄弟岂敢不遵？幸喜人证无恙。包大人，包大人可知伏击拦路的是何人所指使？
陈公公是本府侦办重大案件的人证，那指使伏击之人自然与本案有关，只是如今尚在查证阶段，本府不便透露。包大人办案有用得着我们草民兄弟之处，请尽管吩咐，我们定当全力以赴。对，包大人只要招呼我们一声就行。不敢有劳五位，此案牵涉太广，五位不宜介入。包大人，你也太瞧不起我们了，有我们加入，保证能帮包大人立刻破案。二弟，不得无礼。二哥，包大人不要我们介入此事，必有缘由，我们听命就是了。哎，并非本府不愿领情，只是无谓介入，虽然对本案有所助力，却也可能因此而引人注意，反而有碍办案，届时岂非适得其反？包大人，可否听白玉堂一言？请讲。陈公公返京途中，对方伏击不成，势必会再度尝试。陈公公虽已在开封，却仍处险境。倘若仅留白玉堂一人暗中保护，既不会妨碍包大人办案，又可确保人证安全。如此一来，岂非两全其美？大人，白武侠言之有理。虽然展护卫在府中，毕竟分身乏术，倘若白武侠从旁协助，当可确保无事。大人也可专心办案，而无后顾之忧。公孙先生所言甚是。既然如此，白玉堂一人留下便是。谢包大人。老五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！结果你一个人留下来，我们几个还得回陷空岛，什么热闹也看不了。就是啊，我们也不走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五弟留下来是对包大人办案有帮助，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？五弟留下来不但对包大人有帮助，对自己也好。徐三侠毕竟看得透彻，包大人要白武侠将功赎罪，保陈公公进京。若是再能确保他的安全，日后大人在皇上面前就更好说话了。公孙先生，白玉堂此举并非只为了将功赎罪。哦，南侠都能因包大人为官清正而仗义投身官府，白玉堂为何不能略尽心力？休说只是为了保护陈公公，便是赴汤蹈火，亦在所不辞。白武侠豪情一举，公孙策由衷佩服啊！五弟，大哥可是觉得小弟与之前大有不同？不错。以前你一直心高气傲，更不屑与官府为伍。如今看来，好，做大哥的以有你这样的兄弟为荣。小弟惭愧。好极了，老五，真有你的。二哥也就不再啰嗦了，这就乖乖的回陷空岛去。多谢二哥。哎，五位啊，五位，为防人耳目，还请白武侠与各位一起离开府衙，再悄悄转回来，方能收暗中保护陈公公之效。公孙先生顾虑周到，白玉堂谨遵台命。哈哈，告辞。
这一颗小小的金丸，竟然会是日后被封为皇后的凭证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母以子贵，虽说是传统，可是也太没道理了。孩子临盆还早，妹妹何必又想那么多呢？如果真的生了儿子，皇上真的会封皇后吗？君无戏言，当然会了。我想，只要我们的孩子平安降生，健康快乐的成长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姐姐比我先怀孕，自然会先生。那么将来，姐姐就是皇后了。现在生男生女还不知道呢。就算生了儿子，被立为太子又如何呢？你我姐妹情深，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，太子是谁生的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可是太子毕竟只有一个，皇后也只有一个啊。妹妹，听我一句，权势富贵固然迷人，可是安详和乐更为重要。我们何其幸运被选入宫中陪伴皇上，可我们又何其不幸与家人断绝往来。身为贵妃，我们生活无忧，享尽荣华，比起大多数人更是天壤之别。妹妹，所以只要我们生活的快乐、健康、平安，谁是太子，谁当皇后，真的一点都不重要。妹妹，你说呢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如何？那些江湖人已经离开，开封府一切正常，并无异样。看来他们正在密谋对策，随时可能有所行动。娘娘，奴婢从头到尾的仔细想了一遍，这实在不明白他们又能对娘娘如何呀？怎么说？当年是先皇下旨赐死李妃，这火烧冷宫是总管秦凤自己干的。这狸猫换太子，只有寇珠参与其中，而寇珠却又早已命丧九泉，他们怎么追也追不到娘娘身上啊！郭淮，你跟着哀家30几年，竟然会如此懵懂。请娘娘明示。全案最为关键的一点是，当年那被换去的小太子下落何方？这如今即可断定，当年寇珠非但没有将太子掐死埋葬，反而交给了陈琳，随后他便去了八王爷府，而八王爷如今更参与此事。娘娘，那么太子当年是交给了八王爷，可是这20多年都过去了，可太子他从来没有露过面呢。如果当年那个小太子活了下来，如今该有多大岁数了？27、8岁吧。不错，正与皇上同庚。难道不无可能？娘娘，要是果真如此，那岂不是大事不妙吗？这正是事隔20年之久，
李妃和陈琳会相继回到京城的主要原因。奴婢陈琳叩见娘娘。陈公公，快快请起。谢娘娘。奴婢安排适当，让娘娘流落民间20年，奴婢罪该万死，请娘娘恕罪。公公不要自责，当年若不是公公冒死相救，哀家又岂能活到今天？小太子如今已成为当今皇上，一旦母子团圆，娘娘的旷世奇冤便可昭雪，也不枉娘娘忍辱多年呐。若没有公公的常年护佑，皇上也不能够如此顺利茁壮成长了。赵氏一族亏欠公公的太多了。奴婢不敢鞠躬。陈公公忠心耿耿，皇上也感怀在心，否则也不会以亚父尊称吧。哎呀，陈琳一个奴才，有何德何能，敢当此尊称啊？陈公公的忠肝义胆，后世自有公平。眼前本府有若干的不明之处，还请公公释疑。包大人尽管提出，陈琳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好，本府要问的是，当年公公奉旨赐死，却按住娘娘逃出宫去，如此重大之事，为何不向八王爷禀报？八王爷既知狸猫换太子之事，公公为何还要对他有所隐瞒呢？并非咱家不敢禀报八王爷，只是当时时机紧迫，不及禀报。再者，以八王爷的脾气，必会据理力争，而先皇怒气未消，必不听谏。如此一来，反倒毫无退路了。所以咱家本想待事过境迁再禀明八王爷，怎奈娘娘出宫之后，竟断了消息，音信全无。唉，也真是造化弄人，谁知道接应之人会在途中突然病死，哀家因此与秦凤也断了联系。娘娘下落不明，而冷宫的一把火已将假扮娘娘的于中烧得尸骨难辨。当时并无人怀疑娘娘依然健在，斟酌再三，我只得对八王爷隐忍不说。陈公公，后来皇上继位，大权在握，陈公公因何没有伺机向皇上奏明当年往事呢？皇上不明身世真相，对刘后已有母子之情啊，且事隔多年，人事全非，单凭陈琳一人，又如何能将此事揭穿呢？万般无奈，只得告老还乡，远离京城啊。换做任何人，恐怕也无能为力。本府尚有一事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娘娘逃离后宫当夜，冷宫当即遭到火焚，想必不是巧合。不知陈公公可知其中内情？冷宫失火，乃是秦凤自焚呐。你待怎讲？当郭槐验过尸首，离开冷宫之后，咱家愈想愈担忧。没想到，还真的把郭槐给瞒住了。狱中这条小命
总算没有平白牺牲啊。公公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瞒得了郭淮，只说明在后宫没人知道是于中假扮了李娘娘。那就行了，明儿一早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就把这尸首送出宫去了。然后呢？交开封府收敛埋葬啊。问题就出在这儿啊！开封府必然依法验尸而后埋葬。于中和你我一样都是阉人，可是男女毕竟有别呀，能瞒得过府里的仵作吗？这一旦仵作发现真相，必向宫中回报，郭淮还是会知道。哎，怎么办呢？嘿，公公，你有办法吗？百密而一疏啊，如今也无法可施。但愿在他们发现真相之前，娘娘已安全脱身。可是他们却会找上我们。不错，他一定会将我们举发，公然违抗圣旨，私纵娘娘出宫，恐怕死罪难免呐。秦凤，咱家虽死不足惜，只是却拖累了你呀。不，祝娘娘脱困出宫，乃秦凤自愿。如果因此而丢了性命，也可以和于中作伴，至少不会让他专美于前。好，你们两个都让人敬佩。只可惜，娘娘虽逃出宫去，被扣上抗旨潜逃的罪名，或许永远也没有平反之日了。我有法子了。哦，你快说。仵作验尸必须有尸可验，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毁尸灭迹。话虽不错，可是郭淮再三交代要你看顾尸体，一旦毁尸灭迹，他仍然会找上你，而且必会怀疑你毁尸灭迹的目的。我有把握，叫郭淮不会怀疑，也无从追查。事关重大，你必须说明用什么法子。今夜3更，冷宫会有一场大火，火场之中只有2具焦尸，一具是李娘娘，另一具是冷宫总管秦凤。你书都是死，就让我死的值得些。秦凤，请受我一拜。公公，只请公公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。请公公务必保娘娘有朝一日平反沉冤，让秦凤于中死而无憾。秦凤留下了宫外接应娘娘之人的联络方法，当夜冷宫起火，我没敢去火场，怕的是难掩悲伤露出痕迹。秦凤虽死，却掩盖了真相。
没有让郭淮起疑。原本以为只有于中一人因我而死，谁知道连秦凤竟然也……哀家只怕永远也无法报答他们。娘娘，包拯以为他二人死得其时，也死得其所。娘娘若是将他们长记在心，想必他们也能瞑目了。陈公公，学生有疑问想要请教。公孙先生，请说。当年与郭淮狼狈为奸的首席产婆尤氏下落如何？陈公公可知晓啊？咱家当时暗中查过，只知道他出宫不久便被人劫财杀害，官府也登录无误啊。显然是杀人灭口。然而还有一人最为关键。包大人所指何人？寇珠。对，寇珠当年可是皇上的救命恩人，而且哀家在打入冷宫时，他刚开始还经常去看我，可是没过多久就没再出现过。陈公公，寇珠如今还安在啊？陈公公，寇珠可说是此案关键，对大人平反此案帮助甚大。不错，若是能有寇珠的证词，远胜于其他。莫非寇珠竟然也……本府明白了，陈公公，寇珠的情形与此案关系重大，公公恐怕不能不说。寇珠虽然年轻，却让人敬佩啊。娘娘被打入冷宫之后，先皇迷上了丹药之术，连金华宫都许久不去。刘皇后圣诞之日，指派咱家前去送礼。离开金华宫时，竟遇见了寇珠。公公，此地无人，公公放心。寇珠，咱家不是说过你我尽量不要见面，以免起人疑窦，你为何偏要来见我？公公，情势紧急，寇珠不能不向公公禀报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几天寇珠常偷着去冷宫探望李娘娘，谁知道竟然被郭淮发现了。啊！你这个丫头真是的，这不是找麻烦吗？寇珠是因为不忍心见娘娘受委屈，所以……哎，你赶快向郭淮认错请罪，任他处罚，相信不会有什么事的。不，他已经起了疑心，甚至追问我当初把太子的尸首埋在什么地方。啊？他想干什么？他打算挖出尸骸，确认无误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推说记不清楚，胡乱指了几个地方。不行，这迟早会被他发现。寇珠明白，来找公公是要公公多加小心，不能把太子的去向透露出来。咱家当然不会说了，只是你，寇珠也绝对不会说。他一定会用刑逼迫，万一你熬不住酷刑，岂不是前功尽弃吗？公公，我不会给他机会。怎么说？我会尽量忍，实在忍不住，寇珠会矢口否认，以死明志，让他认为的确是冤枉了我。哎呀，你这个丫头啊！
公公一定要尽全力保护太子长大成人，寇珠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寇珠啊，公公保重。寇珠不过是金华宫一名小小的程御侍女，竟然会有如此惊天动地的气度。陈公公，那寇珠后来究竟如何？寇珠虽然意志坚定，却令我一直忐忑不安呐。唯恐他熬行不过，求死不能，而供出太子去向。于是每日前往金华宫打探究竟。见过陈公公。郭总管可在宫中？回公公，郭总管陪娘娘在御花园赏花呢。这是皇上要咱家给娘娘送来的点心，娘娘回宫之后立即呈奉。是。哎，怎么捡这个时辰清扫？皇上随时可能驾临，若是冲撞了圣驾，那还了得？回公公，是郭总管临时交代的。哦，为什么？昨晚有一名程昱撞柱自尽，留下了血迹，郭总管交代要立刻清洗。竟然有人在宫中自尽，那岂不是惊吓了娘娘？所以郭总管才陪娘娘去花园散心。你可知那名程昱是因何自尽的？听郭总管说是思乡心切，想逃出宫去，被抓回来之后畏罪自杀。哦，她叫什么名字？寇珠。好一个忠心刚烈的奇女子！又是一条为了哀家而牺牲的无辜生命，哀家亏欠他们真是太多了。既然寇珠是自尽身亡，想必没有泄露太子的下落。的确如此。寇珠既然已死，他们自认天衣无缝，而狸猫换太子的阴谋永远也不会被揭穿，故而不再追查，这才使太子得以安然无恙地在宫中成长啊。只是如今，非但会揭穿30年前的谎言，他们更会因此而付出代价。陈公公，本府对此案的疑点均已厘清，多谢公公指点。咱家只要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旧案平反，奸人伏法，也就不枉此生了。届时还要请公公作证对质。臣您静候包大人传唤。宝亲，臣在。何时才是时机成熟？回娘娘，包拯今夜详拟对策，明日开始立即招审，务必尽快还娘娘一个清白。